我是新 YouTuber 露露。想问各位肉肉们，你抽烟了吗？哎呀，露露是问说有没有抽这次中立 UP 池中新增的一位新4星角色烟飞啦。在试用的过程中，露露确实体验到这是一只手感很流畅的火系战场主 C， 深受混血的角色搭配红色系的外形也很受到喜爱。露露也是看到这只角色，二话不说，不管强度，就是要抽一只来收藏。如果你在考虑抽烟的话，接下来的影片也将会分享关于烟飞的角色定位分析、天赋技能、命座抽取建议、试用武器、生物套装、组队搭配、操作技巧等等的相关重点整理，可以参考接下来露露实测后的解说内容。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露露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烟飞是4星火属性法术角色，等级突破后所提升的是火元素伤害。从技能组来看，角色定位是属于战场主 C， 输出手感很不错，普攻的攻击距离很长，但伤害倍率并不高。和可莉、明光一样，是需要透过重击的方式来做出主要的输出伤害。就输出手感而言，真的比可莉好用很多，但就火系 C 位强度而言，还是比不过目前的火星火 C， 算是和香菱、明光类似的4星平民战神。不过若你还没有火系输出角色的话，还是推荐拥有一只烟飞的哦。而且在命座的要求上也不用太高，只要1命就很不错用咯。烟飞的普通攻击是连续发射3颗火球，造成最多3次的火元素伤害。普攻命中敌人时会产生1枚单火印，最多只有3枚。每1枚单火印可以降低烟飞15%的体力消耗和增加重击伤害，并随着烟飞退场后而消失。搭配被动天赋1，更可以在重击消耗单火印时，每枚单火印可以提升烟飞5%的火元素伤害，持续6秒。而被动天赋2则可以让烟飞在重击暴击时额外增加80%的火元素范围伤害。而不论是烟飞的普攻、被动天赋还是大招来看，都与重击相当有关系。也由于单火印也影响着烟飞的输出伤害，因此使用普攻形成的单火印也是烟飞的输出重点，也是最优先提升等级的天赋。一技能的输出倍率并不算高，甚至一次的伤害也没有重击1次的伤害高，因此比较需要的是一技能所为我们带来叠单火印的被动层数。只要命中敌人，就会为烟飞赋予最大枚数的单火印。适合释放的时间点是在于烟飞身上没有任何单火印的时候使用，技能升级优先度最低。大招主要的作用也是在于替烟飞多上一个 buff， 有灼灼效果的时候可以大幅提升重击的伤害。另外每秒也可以自动获得1枚单火印，只是大招的伤害倍率并不高，同时能量需要80点的限制也比较大，因此是属于次要提升的天赋技能。技能升级顺序优先凭 A， 其次 Q， 最后是一技能。领命的烟飞最主要的缺点在于重击释放较为频繁的情况下会消耗大量体力，同时烟飞的重击与可莉比较起来，烟飞的重击算是轻攻击，而可莉的重击是扎扎实实会将人弹飞的强重击，因此在战斗时烟飞比较无法打断敌方的动作，在危急时刻还要保持体力逃跑，也就更加体现烟飞缺体力的情况。命制作1的烟飞是很推荐想练烟飞的肉肉们抽取的核心基础命座，每持有1枚单火印时可以提高烟飞在重击前的抗打断能力，并且额外降低10%的重击体力消耗，加上初始的降低15%体力消耗，1命的烟飞在持有3枚单火印的情况下，总共就可以减少75%的体力消耗哦。对主要以重击输出的烟飞来说，就有更多的体力运用空间。命制作2的烟飞是对生命值低于50%的敌人增加20%的暴击率，也是一个输出优化的提升命座。命制作3和5分别提升1和 Q 的等级上限。命制作4在释放大招后，可以获得一个生命值上限45%的护盾，持续15秒，同时可吸收火元素250%。在输出时可以大幅提升烟飞的战斗容错率，解锁4命后的烟飞也就不太需要护盾工具人了。命制作6能够让烟飞所持有的单火印多增加1枚，因此满命烟飞的单火印最多能有4枚。4枚的情况下，搭配前面所有提升的命座，只要持有4枚单火印，就可以在重击时减少100%的体力消耗，也就是重击时不会消耗体力，同时也在增加被动天赋的火元素伤害。若是希望烟飞成为一个优秀的火系 C 位，或是在没有可莉的情况下与之平起平坐，6命是很必要的。若是想要练烟飞的话，基本建议1命，其次2、4、6都是很不错的命座数。5星武器推荐增加爆率的4风原点，其他5星书像天空之卷也可以，基本上可以参考可莉的配置。而由于烟飞在组队上非常仰赖脱手副 C 和辅助角色，
因此若是辅助角色选择迪奥娜或钟离之类有护盾的角色的话，也可以考虑佩戴在护盾状态下有加成的城市之锁。4星武器则可以选择增加爆率的霞岭日月或爆伤的流浪乐章或黑岩飞玉，或是增加精通的万国珠海图谱。圣遗物的部分可以选择魔女4件套或是流浪4件套。若是打算使用城市之锁搭配护盾角色的话，也可以搭配逆飞流星4件套，护盾庇护之下额外提升40%的普攻和重击加成。主词条的部分选择双爆头、火伤杯、攻击杀，副词条也是以双爆词条最为优先，其次攻击力趴数或元素精通等等。由于烟飞的普攻和重击都不算多段且为弱火，也不是强重击的关系，虽然火 C 的输出方式主要是打蒸发或是融化，但在原神的机制中，若是要触发直接的碎冰融化反应的话，需要像可莉或迪卢克那样多段且强重击的火属攻击，才可以直接破冰打出融化反应。而烟飞的轻攻击并没有办法带来碎冰效果，若是想要打出高倍率融化反应，可以搭配强冰且可以持续挂冰的角色凯亚，但其实融化效果也只能吃到第一下。若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持续打融化反应的话，可以再放入行秋，因此行秋也算是烟飞的绑定角色，同时蒸发反应也会非常容易打出来。而凯亚的位置其实也可以换成 T0 辅助兼国民老公钟离，开盾解抗加强控制，有多百搭就有多百搭。若没有钟离的话，也可以替换成迪奥娜。而最适配火系主 C 打蒸发反应的脱手副 C 就非行秋莫属。若没有行秋，也可以选择莫娜或是满命菲希尔，能够做脱手的奥兹机关枪。单靠烟飞输出伤害数字并不会太出色，但是搭配蒸发或融化反应下来的输出伤害就会很不错。再来，若要解决烟飞的大招充能需要80点的问题，最后的辅助位可以再放入班尼特，以类似国家队的输出手法来使烟飞的大招快速回满，同时可以凑双火共鸣。若是钟离盾够硬，也可以再将班尼特换成拿满经验讨龙书的凝光，或是增加精通和充能速度的阿贝多凑成双眼共鸣。在没有阿贝多的情况下，若是想提升精通，也可以选择砂糖或是能够聚怪的温迪。总体来说，洛洛最推荐的组合会是烟飞加行秋加钟离加阿贝多，也就是双眼带狗。烟飞的普攻最多只有3段，因此其实可以输出1到2下平 A 就接重击，又或者是平 A 一下就接重击。又因为一技能一释放后就马上会有全满的单火印，因此可以在一技能释放完后也可以再马上接一下重击。大招同理，释放后也会有全满的单火印，可以放完后再接一次重击。若是觉得很复杂的话，不管 QAE 哪一招，只要放完之后都接一次重击就对了。看完以上烟飞的角色分析后，烟飞适合什么样的人抽呢？假如你已经有高练度的胡桃、可莉或是迪卢克，那就不是那么需要抽烟飞。除非像洛洛一样对角色有兴趣，想要抽起来收藏。若你是平民无氪玩家，缺少火属输出，只有一只香菱的话，蛮推荐可以将烟飞抽到1命。而假如会绑定钟离跟烟飞在同一个队伍中的话，抽不抽到4命就看个人。而若是打算将烟飞培养成媲美5星主 C 的话，满命就是必要抽的。烟飞在当前新改版后的生机螺旋副本中，只要练度足够的话，也是可以通关到12层的。不过也要稍微提醒一点，假若你是想要存原时拥有火星火系主 C 的话，预计在1.6版本中可莉也将复刻咯。如果打算抽可莉的话，就要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抽烟飞咯。烟飞 OS， 我最讨厌你这种直觉敏锐的家伙。以上就是关于烟飞的角色分析与培养建议，提供给想抽烟飞的玩家们有些参考方向。还有想知道什么角色的分析攻略影片，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或是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底下询问，洛洛都会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时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洛洛帮会员，成为正式帮众。最后喜欢洛洛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一晚原神，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训练 YouTuber 陆洛洛，我们下次见喽。